韭菜呢，韭菜根儿割不动了，现在呢，开发商开始割草籽了，羊毛薅不动了，现在就开始宰羊吃肉了。真的是啊，房地产这些年都说太难了，然后呢，房地产开发商呢也是绞尽脑汁想出了一条独辟蹊径的道路。大家知道是什么道路吗？那就是斩尽杀绝的道路。大家不要觉得我说话太难听了，请把这个视频呢认真的看完。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给这个视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接下来说的话呢，对大家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江城武汉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武汉这几年一直在降那个首付呀？不仅是武汉啊，全国各地应该也都在降这个首付嘛，都是如出一辙嘛，就是直接把这个房子的首付给降，从30万有可能降到20万，现在直接推出个零首付啊。推出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跟你买车一样嘛，降低购房者的一个门槛嘛，让以前呢买不起房、凑不够首付的人呢直接来接盘嘛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却没有想明白这一个道理啊，他为什么要降首付？他现在只降首付不降房价，将来你买完房之后呢，你所有的东西都要双倍奉还的。咱们呢给大家算一个账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大家马上就明白了。比如说你买一个武汉三环边的房子100万啊，首付是30万，然后贷款是70万，你等额本息呢30年还完，差不多是要还140万。但是如果给你降低首付，然后你只用付20万的首付，然后贷款是贷了80万，你30年等额本息还完之后是要还完160万，一个是140万，一个是160万，就是说你省下来的钱将来是不是要双倍奉还？天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馅儿饼可以吃啊，没有什么便宜可以占的。真的是要给各位朋友提一个醒啊，像这种低首付高月供的，完完全全买房就是一个坑，一个非常大的坑啊！要上这种车的朋友，千万要小心，千万要注意了。我们缺的是那点首付款吗？我们很多人缺的并不是那点首付款，问亲戚朋友借一圈，基本上都可以借到。但是呢，我们缺的是对未来月供还款的一个信心和能力。现在呢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外面整个的就业环境，包括找工作的一个情况啊，包括你的工资涨了吗？你真的有能力能确保你不会被裁员吗？不会就突然出现没有收入来源的一个情况吗？不会出现断供吗？这2年的断供潮，大家听的还少吗？就是很多人本来是原来买房子的，买了一套再买一套，然后结果呢失业了，就房子断供了，然后房子被法院给罚拍了。罚拍之后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不仅你自己会上征信的黑名单，而且罚拍的价格是市场价的70%到90%，就是说你这个房子最终有可能被法院给没收了，房子还给银行了，你还有可能倒欠银行几十万。这断供的后果真的有人仔细的想过吗？以前房地产行情好的时候，活着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情况？就是按揭靠边，全款优先，什么30%呀？你全款之后我才有可能接待你，还有什么茶水费，什么一系列的。现在推出的低首付、零首付，无非就是让一些穷人上车嘛，就是让你背负30年的房贷，为开发商打工，为整个银行打工嘛，这不是赤裸裸的一个套路吗？所以说呀，大家千万不要怪我说话太难听啊！只降首付不降房价，把降成零首付，赤裸裸的买房都是一个大坑，大家千万不要往坑里跳，真的是提醒自己，提醒自己的家人，提醒自己的朋友。还有就是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今年的房贷利率呢，已经从原来的5点多降到3点多了啊，不停的在降。大家觉得这真的是好事吗？2023年你会上车买房吗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